大家好，我是清兵。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肉眼可见的光线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公认的，对人的眼睛会造成危害的，一个就是蓝光，一个就是频闪。这两个因素到底哪一个对眼睛的伤害是更大的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对比。首先聊一下蓝光，蓝光它是无处不在的，只要我们看到那些发光的物体基本上都有蓝光，它尤其是存在于高光线的这个部分，就是比较亮的这个部分。比方说自然界当中这个太阳，它就是有蓝光的。适量的蓝光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呢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蓝光暴露的眼睛就是被它照得过久过多的话呢，光线过强的话呢，就会对健康对眼睛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在智能手机流行之前人们盯着一个发光体，像现在这样看这么长时间，那是不存在的。那到底手机屏幕，当然也包括平板或者电脑这些类似的屏幕它们散发出来的蓝光对人的眼睛有多大的危害呢？我们去一个比较权威的地方看一下，去美国的眼科医学会的网站。这是美国眼科医学会的网站AAO.org。现在我们来搜索一下有关蓝光的文章。因为是英文的网站，所以也只能用英文来搜索。好了，找到了有1000多篇的文章那么第一页的呢，就是比较新的一些文章。我们不全部都看了，我们只随意的选2篇来看一下我这里已经选好了，只是我随机选的，就是根据标题，并没有特意的去选它。我们来看一下这2篇是怎么说的。这篇文章呢是讨论你应不应该担心蓝光，然后这里配了一个电脑的图片，显然它讲的是来自于电子产品的蓝光。第一段它就讲了 There's no scientific evidence， 这是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来自于电子产品的蓝光能够对眼睛造成伤害。那后面我们基本上就不用看了，其实它的内容也差不多就这么个意思，引用了一些实验，然后呢也采访了一些眼科的专家，都说现在呢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来自于电子产品里面释放出来的蓝光可以对眼睛直接的造成伤害。这里面他还特别提到呢，无论你从电子产品里面看了多少的这个蓝光，其实都不如你从太阳那里看到的蓝光更多，就是说不如太阳的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更大。但同时他也提到，就是如果孩子就是看太阳就是眼睛晒太阳晒得不够的话呢，那么对眼睛的成长呢，这个发育呢，对视力的发育呢，也是很有危害的所以一定是要适度。整篇文章呢，他提到的看电脑的伤害呢，对眼睛呢就只有2个，一个是引起眼睛的这个干燥和这个眼睛肌肉的紧张，让眼睛不舒服。第二个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呢，看太多了电脑平板或者手机会影响睡眠。对此他就提出了2个建议。第一个就是3个20原则，20-20-20原则。第一个20就是指呢，每隔20分钟，然后呢把眼睛就要从你的这个电子设备移开，看一个20英尺远的地方的物体，20英尺差不多就是7米左右，然后呢至少呢要看20秒钟。这样子呢就会让眼睛不那么容易干涩，不那么容易很紧绷、很不舒服、很肿胀的感觉。关于晚上引起失眠呢，建议就是在晚上睡觉前2-3个小时呢就不要看手机了。好，我们看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更直接标题就已经说了 No， 没这回事Blue light from your smartphone is not blinding you。 你手机里释放出来的这个蓝光是不会让你变瞎的。那我们看了标题，其实基本上也知道是怎么样一个意思。这篇文章我通篇看完之后呢，其实它跟前面那篇文章讲的内容都差不多，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提示它就说虽然现在的没有实验的证明这个电子产品的蓝光对人的眼睛有害呢，但是这些实验现在目前为止都依然只是实验室里面的实验。因为我们对蓝光对人眼的危害的重视，尤其是电子产品的蓝光对人眼危害的重视呢，时间并不长。这篇文章这里特别提到，实验的这些细胞呢，是不是从眼睛提取的？所以呢，这只是实验室的实验，它并不能够完全证明我们在现实当中看手机也不会造成伤害。
所以呢，为了稳妥起见呢，如果你有疑问啊，或者感到你的眼睛的健康出了问题，最好还是去问自己的眼科医生。看了美国眼科医学会的一些文章之后呢，我刚刚给大家看的是2篇，其实我自己看的不止2篇，我看了大概有7、8篇，然后加上浏览的，就是没有看完的，随意翻一翻的，大概也一共有个10几20篇左右。其实实验到目前为止做的都还是比较粗糙的。所以呢，科学家们呢也是保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那我们想，如果真的从这个电脑屏幕里面或者手机屏幕里面释放出来的蓝光已经完全证实对眼睛没有伤害的话那干嘛还要去做一个什么所谓的低蓝光认证呢？所以呢，现在是一个很谨慎的态度。虽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它能够直接对眼睛造成伤害，但是也没有找到证据可以直接证明它就完全没有伤害。你要知道，如果科学家想去证明这个电脑屏幕或者手机屏幕对眼睛是有伤害的，他基本上是拿不到任何资金或者资助的。你说现在赚钱的都是电子公司非常有钱，他们会资助一个眼科机构去做调研，然后证明他生产的这些屏幕或者他买的用的这些屏幕对人的眼睛是有伤害的吗？他巴不得你不证明，对不对？他巴不得给你钱去做别的研究，或者说你要做这个研究了，我给你钱，你别做了，你去做别的研究，好不好？这也让我想起个事情正是因为我看到那么多的一致性的文章都说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它对眼睛有伤害，这个蓝光对眼睛有伤害，让我想起了美国几十年前，那个时候还很多医生说烟是可以延年益寿的。当然那个时候烟草公司也是蓬勃发展，正好是烟草公司非常有钱非常有权势的一个年代。好了，聊完蓝光，我们来聊一下频闪。频闪跟蓝光不一样它并不是所有的电子设备、所有的发光的东西里面都有频闪。比如说太阳它没有频闪，因为它是一直亮着。手机电脑屏幕LCD 的一些屏幕呢是没有频闪的 ，OLED 的是必然有频闪的。但是不是说 LCD 的就一定没有频闪它也可能存在频闪，主要取决于调光的方式。现在电子产品的调光方式呢，主要就是2种，一种是 DC 调光，一种是 PWM 调光。像 LCD 的屏幕呢，它可以采用这2种调光里的任何一种调光方式。当它采用 DC 调光方式的时候它就没有频闪，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发光层为这个屏幕提供光线，这个发光层它是一直亮着的，电压变得低一点，屏幕就变暗了。如果想把屏幕变得亮一点呢，电压高一点，它就变亮了。所谓频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发光体它不是一直亮着，它而是呢以很快的闪烁速度，让你看上去它像是一直亮着，其实它没有。那么这种闪烁的频率呢，虽然说你的眼睛看了你感觉不到，但其实它不停的闪烁是会伤害到你的眼睛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视觉神经系统是眼睛的这个感受细胞接受到光线，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神经，然后传递到大脑，然后再对这个光线做出判断。也就是说，这个传输过程当中它的信号是有损耗的，我们眼睛感受到的闪烁可能感受到了，但大脑处理呢它感受不到，所以我们看见它好像就是我们认知里面它没有闪烁，但其实它的闪烁是闪在我们身上，闪在我们眼上的。刚刚讲了 DC 调光是怎么调高这个亮度和调低亮度，然后再讲一下 PWM 调光。PWM 调光呢，它是怎么调这个亮度的呢？比方讲它1秒钟，如果这个屏幕呢它是闪烁60次，或者我们的灯有的 LED 灯它都是有这个频闪的，而且频闪可能还很明显很严重。比方说1秒钟它闪烁60次，那怎么样让它看起来更亮或者更暗呢？比方讲这60次里面，对不对？就是它要亮起60次，然后要黑60次。如果它亮起的时间越长，每一次越长，那么这个光这个灯看上去就显得更亮。如果它每一次亮起的时间越短，它就显得更暗。所以这就是 PWM 调光。如果您还没有听明白怎么回事，那您可以看我之前做的一期节目，对这个有更加详细的配图的配视频的一个说明。我们检测一个设备、一个屏幕或者一个灯光的环境呢，是不是用 PWM 调光，有没有频闪，方法很简单，只要你打开手机的相机，然后把相机呢选到那个专业模式，然后把你的那个快门速度调到大概200分之1秒左右，然后你对着那个光不一定要对着那个光源，比如说灯的话呢，你就照这个灯照射的地方就行了，比方说对着墙壁或者照着的书然后看，如果你的手机屏幕在不停的闪烁，那么就说明你这个光你买的这个灯它用的是 PWM 调光。手机也是这样的，你对着手机拍
啊，这个快门速度也是调到差不多1/200。如果你看到呢，就是你拍这个手机啊，手上拿着去拍这个手机，它的屏幕在不停的闪烁，就说明被拍这个手机的屏幕啊是采用的 PWM 调光。LCD 屏幕的手机，就是 LCD 的屏幕，它是可以选择2种调光方式的。现在大多数的 LCD 手机呢，采用的都是 DC 的调光，但也有网友告诉我说，他用过一款华为荣耀的手机啊，是采用的 PWM 调光，也会屏闪，但是它也是 LCD 的屏幕，所以呢，这种LCD 屏幕是最不好的，就是采用 PWM 调光的 LCD 屏幕啊，有点绕，是最不好的屏幕。采用 DC 调光的 LCD 屏幕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它没有屏闪，在这一块上面呢，对你的眼睛是不会有任何的伤害的。但是 OLED 屏幕就是现在认为比较高档的一个屏幕，旗舰机普遍都用的屏幕，连苹果现在也都已经投降到 OLED 阵营啊，基本上都用 OLED 的这么一个屏幕呢，它是只能够采用 PWM 调光的。至于为什么这些旗舰机要用OLED 屏幕啊，我在前面的一期节目里面也有介绍过我会把这些节目的链接，包括刚刚那个文章的链接都放在这个节目的介绍里面，大家可以直接去点就可以了。OLED 屏幕它的优势呢，就是画质更好，简而言之就是这样子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优势劣势，它们之间有一个对比，我在那个节目里面都有说过。但是 OLED 屏幕呢，只能够采用 PWM 的调光方式，它必然会有屏闪，尤其是在光线调低的时候，就是在你晚上看的时候，周围环境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去看呢，它的屏闪更严重。为什么？前面讲到了，因为打个比方，它1秒钟闪烁60次的话，它调低光线的方式是怎么调的呢？就是把这60次屏幕亮起的时间给缩短，它就光线就变暗了。所以它亮的时间短，暗的时间长，那你看上去这个闪烁就是给眼睛这种闪烁的感受就会更明显。那么它对眼睛造成的伤害呢，当然也就更大。很奇怪的一点也是我在做节目之前呢去查资料，让我感到有点震惊的一点。我在美国的这个眼科医学会的网站想去查一下关于屏闪方面的一些评测或者一些科学家的这些实验，竟然一个都没有查到。我是说跟这个屏幕相关的，手机电子屏幕相关的，一个都没有查到。本来这个美国眼科医学会是非常权威的一个地方，那么我这2次去查资料呢，查这个蓝光异口同声的，几乎所有科学家，基本上我觉得这应该是不正常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百花齐放嘛，都不可能说一个行业刚出来，大家就那么异口同声的去说同一件事情。在蓝光的时候呢，大家都那么异口同声的去认同，去说现在还没有证明这个蓝光屏幕电子设备的蓝光对眼睛是有危害的，甚至连怀疑的声音都基本上看不到。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当我去查这个屏闪的时候呢，更是一篇文章都查不到，我就觉得更加的不正常了。但是我在别的地方找到了一些这样的文章和数据，我给大家读一下光源屏闪与偏头痛、头痛、自闭症、眼睛疲劳、视力模糊等多种神经科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表明，3至70赫兹的低频闪烁光源对一些人可能引发敏感性引发光敏性癫痫。3至70赫兹意思就是说1秒钟之内呢，它的闪烁呢达不到70次。那么对于100赫兹闪烁，认为呢可能导致头痛、偏头痛，就是1秒钟之内它的这个屏幕亮起呢不超过100次。那么120次呢，它的这个频率的闪烁呢，可能会影响人的情绪，出现厌烦、焦虑等。这一段话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我们买过 LED 灯呢，都知道，可能有的人家里有小孩，还会买一个护眼灯。那 LED 灯护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每秒钟的闪烁比较多，闪烁次数比较多，就是亮起的时间它就会更长嘛。比方讲，你1秒钟只闪烁60次，那就是这个屏幕它亮起只有60次，其实它间隔呢也有60次。那么间隔的时间，你想它就相对来说会多一点，那么它给人眼睛这种伤害呢，闪烁的感觉就是更强烈的。如果闪烁次数更多，它间隔的时间呢越短，其实也是更小的它给人感觉就更像好像一直在亮起来一样的感觉，就好像电影一样。我们说电影是60帧，那就比30帧的电影看上去呢，这个画面更平顺。其实所谓60帧就是1秒钟它显示60个画面
如果电影达到120帧，就是现在我们手机也说的什么高刷新率啊，那个就是帧率。那么人眼呢就会看上去更舒服一些。屏幕的这个闪烁，这个频闪啊，还有灯的这个闪烁也是类似的一个原理。它越是这种 PWM 调光的，它如果闪烁能够调到越高的话呢，它对人眼的伤害就是越小的。但是为什么啊这个屏幕不能够调那么高？因为如果调太高的话呢，这屏幕容易老化 LED 的屏幕。还有就是呢，如果调太高的话呢，耗电就会很大啊，你的4000多毫安的电池可能很快就用完了。也有很多网友留言告诉我，他们用 LCD 屏幕手机和 OLED 屏幕手机不同的感受，90%以上都是说用 OLED 的屏幕呢辣眼睛，还是 LCD 比较舒服。那么也有人问我啊，去选什么样的手机啊，就是 LCD 屏幕的，又同时采用 DC 调光的，对眼睛会比较好一点的。其实这种手机现在越来越少啊，不过马上双11会有一款新的上市，当然我不是打广告，我也没有收任何广告费，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就是最新款的那个红米的，就小米那个 Redmi 的30S，不是30，是30S，就新款的最新款的，现在还没有上市，要到双11的时候上市的至尊纪念版，它是采用了一个高刷新率的一个 LCD， 这个刷新率跟我们讲的频闪的那个刷新那个不一样啊。这个讲的高刷新率是说它的那个帧率，就是画面1秒钟它可以显示144个画面，就看上去人看电影的时候或者看动态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会很舒服。同时呢，它是 LCD 的屏幕，它采用的是真的 DC 调光，是不会有任何的频闪的。就是说1秒钟里面它不是亮起多少次的问题，它是一直在亮起，不管你是1秒钟还是1分钟还是1个小时，只要你把这个屏幕点亮了，它就一直亮着。所以呢，如果您是喜欢 LCD 屏幕手机的人，正好又要考虑换手机的话呢，可以考虑这一款。因为我看了它的那个刚发出来的广告，上面那些配置啊，感觉还是挺好的，包括摄影啊、摄像头啊等等各方面，包括电池用到了5000毫安的大电池，也是非常经用的。好了，聊了这么多啊，根据我自己的这个实践的总结，因为我自己也用不同的手机的屏幕，有时候去阅读去看，自己做过很多的比较，然后呢，也根据呢网友们的反馈，也根据我朋友们的一些跟我聊天时候的反馈呢，我得出的结论就是频闪的危害呢，首先肯定它是要比蓝光要大的。像刚刚也讲到了嘛，蓝光它本来也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设备都有，对不对？但是频闪首先它是可以避免的，你选 LCD 的真 DC 调光的，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哦，讲到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啊，不好意思，就是那个 OLED 屏幕里面，有的手机里面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功能叫做 DC 调光功能，你要把这个功能给打开的话呢，它的屏幕的闪烁啊就会变得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啊，这个 DC 调光啊，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说带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欺骗性质吧，一个擦边球吧，反正也不违法，对不对？其实它不是真 DC 调光，它是模拟 DC 调光，它把模拟2个字给省略了。如果它是真的可以用 DC 调光 OLED 屏幕，它根本就不需要开这个功能，对不对？它手机里拿它就有这个功能就行了，直接内置在里面了。那它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样的功能呢？就是因为它的频闪严重，可能很多人买了之后感觉很难受，但是呢又忍不住想买 OLED， 因为它画面相对来说好一些嘛，尤其是玩游戏啊，它的拖影啊，然后它的这个失真率啊都会更低，而且它画面的对比度会更高，所以忍不住去买它。但是呢又觉得频闪多，眼睛不舒服，所以就出了这么一个妥协的模拟的 DC 调光功能。但是一旦你打开这个功能呢，手机啊它这个性能是会有所损失的，比方讲它的这个刷新率，就是帧率会降低，还有呢它的这个屏幕的耗电量会增长等等。像我之前呢介绍小米10至尊纪念版那款手机的时候呢，特别讲到了这一点，就是小米还是比较老实一点啊。当你点开它那个所谓的 DC 调光防频闪功能的时候呢，它会提示你说，你打开这个功能，你就不能够同时享受120帧的高刷新率，你只能用60帧，就一半的这个刷新率。但有的手机啊，它是不提醒你的。它只是说你确定你要打开吗？你打开就好了，它没有告诉你，其实都是一样的。只要你打开这个模拟 DC 调光功能，屏幕的这个性能都会做出妥协。今天可能聊得比较乱，因为没有写稿子，就是比较休闲的一个状态来聊。最近因为很忙，所以节目很久都没有更新，真是感觉有些对不起大家。其实我的节目清单已经写了很长的一个清单了。那接下来呢，我做节目也是打算用更放松的方式来做，一方面呢跟大家聊一些有益于健康的话题，一方面呢也是自己讲话的一个训练。好，继续讲结论啊，这个频闪呢和蓝光到底哪个对眼睛的伤害
比较严重。刚刚讲了那么多对比，还有包括各种实验室的结论啊，来自于我们使用的这些电子设备的频闪的对眼睛的伤害呢，是比蓝光的伤害呢要更大的，而且频闪呢是相对蓝光来说更容易去避免的。如果您受到 LED 屏幕的频闪的困扰，但是又不愿意换成 LCD 的屏幕，当然也有办法，就是在你使用你的这个手机的时候呢，光线尽量的不要调到最暗啊，给它保留一些光线。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这种 PWM 的这种发光的方式嘛，它是亮度越亮频闪就越低，亮度越暗频闪就越高，这个你们也是可以测试到的。比方说就是拿一个手机对着你的手机拍，快门速度调到1/2左右，然后你去调那个被拍的手机的亮度，你会发现啊，把它调到最亮的时候呢，我们好像看到屏幕不闪了，或者闪烁就是很不明显了。调到最暗的时候呢，那个屏幕闪烁就会非常的明显。还有2个方法，就是刚刚那个文章里面的眼科专家介绍的方法，3个20的原则，每隔20分钟把眼睛从手机或者电脑屏幕移开，看20英尺远，就是差不多7米远距离的物体，至少看20秒钟。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在睡前的2-3个小时限制、减少或者不去看我们的屏幕，这样子呢就可以同时减少蓝光跟频闪对眼睛的伤害了。最后例行公事啊，感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订阅，希望大家点赞，希望大家转发，谢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